魏无羡顿时来了精神，他急忙跳到蓝忘机旁边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那本已经快写完的日记本。没想到蓝湛写日记居然写这么多，平时话那么少，写导是写那么多，这是多嫌弃我跟他聊天呢？蓝忘机写好了日记上的时间日期以及今天的天气，但他写完之后却像是不知道怎么写，那支笔怎么都下不去。蓝忘机待了多久，魏无羡就盯了多久，最后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，终于开始动笔了。今天魏婴早读迟到，魏无羡这是拿日记本写他的黑历史呢。怪不得那么厚的日记本，几天就快写完了，感情这不是日记本，是记过本呐。魏无羡看着那么厚的日记本，一时之间，他的内心居然无端生出了些许失落。也是，蓝湛这个人那么在乎礼数，自己却在他面前蹦来蹦去，今天还直接给自己打扫了房间，一回来就洗澡，看来是很嫌弃他。以后还是离他远点吧。魏无羡低着脑袋，他留恋般的转头看了看蓝忘机的背影，然后默默地走出了房门。但是他离开的时候，蓝忘机却又落了笔。他一个人居住，无人照顾，房间甚乱，我想一直照顾他。等魏无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4点，他坐起身来，回想起昨天晚上的场景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他一把掀开了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，直接钻到浴室里，狠狠地冲了一把冷水澡。魏无羡仰着头，任由那些冰冷的水冲洗着身上的汗水，同时也想要洗去心中没来由的失落感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看到蓝湛写那些事情，看我的眼神会这么难受？魏无羡不知道为什么，也无从去问。自从他的爸妈去世之后，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，生活起居根本不要人过问。但他也知道，自己分明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嫩头青。洗衣服不知道要放多少洗衣液，他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，是直接把袋装的洗衣液倒了个干净，最后弄得洗衣机里面全是泡沫。最后他一边拿盆用脚踩，一边用洗衣机不断冲洗，足足洗了几十遍才勉强看不见泡沫。做菜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下手，他拿起菜刀完全无处下手。那时候他也才是一个孩子，根本不知道菜刀的危险，他刚切一个西红柿就直接切到了手。魏无羡自己默不作声地拿窗口贴进行包扎，然后再继续切菜。不知道冷锅倒油，魏无羡刚把油倒进去就直接炸到了脸上、手上，这些委屈魏无羡从来都不说，他不说就没人知道他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然而蓝忘机却成了例外。现在蓝湛大概更讨厌我了吧？魏无羡随手拽下了挂在架子上的毛巾，忽然想起来把它放在架子上的人是谁后，他顿住了动作，看着这条雪白的毛巾，似乎是透过他看到某个人。魏无羡却蹲了下来，把脸埋在了毛巾里，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什么，他的身体有些颤抖。等他抬起头的时候，眼眶竟有些泛红，有些鼻塞，身上的水珠早已干涸。他顺手拿起了换洗的衣物，就背了装有保温瓶和方便面的书包走出了房门。今天春游，魏无羡知道，但是这2天他精疲力尽，连春游的那阵快活劲都使不出来了。原本的神秘活动都没有想好，他本想在路上随意想一个对付一下的时候，他抬起头，正好看到了背着书包走向他的蓝忘机。魏无羡看到蓝忘机的那一刻，魏无羡不再像之前那样不要脸的往上扑，现在的他好像一只受惊的小兔，想要缩回洞里，不想把自己暴露出来。魏无羡倒退了一步，面前的蓝忘机似乎有些意外，脚步只是顿了一下，紧接着就向魏无羡走去。生病怎可随意出门？蓝忘机在他面前站定，魏无羡觉得这个距离似乎太近了，他又往后退了2步，还是搬出了以往的笑容，回答道：没事，烧已经退了，而且我也带了退烧药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给大家拖后腿的。蓝忘机还想要说什么，魏无羡却接着刚才的话道：再说了，班长难道不想知道最后的神秘活动是什么吗？我可是都安排好了，只有你们去玩，我可不干。走了走了，快到集合时间了。说着，魏无羡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拉着蓝忘机的手，反而像是逃一般，想要离开蓝忘机的视线。蓝忘机只是看着他的背影微微蹙眉，他能感觉到魏无羡似乎有意躲着他。事实证明，
他的感觉是对的。向来喜欢撩拨他的魏无羡居然都不敢正面对着他，就连清点人数的时候，原本要触碰到他肩膀的手突然顿住，随即就落在了他身后人的身上。就连在旅游的大巴车上，原本都是好好两人的座位，魏无羡硬是坐在了最前面的那一个位置，说是发烧刚好，容易晕车。而被他安排坐在最后的蓝忘机，只能干巴巴地抱着自己的书包，眼中晦暗不明。然而坐在他旁边的人都被他散发出来的气场给吓到了，他和过道对面的人面面相觑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很明显是盯着魏无羡一个人看。他们不由自主地想着，原本魏无羡一直死缠烂打，蓝忘机在哪他在哪，基本上形影不离，即使蓝忘机真的发火，也只是一时，过几分钟之后两个人又粘在一起了。可现在是怎么回事？这蓝忘机身边没了魏无羡，不应该觉得是好事吗？怎么感觉像是别人欠了他钱一样？脸这么黑也就算了，别影响到别人呐。到了目的地，老师很快宣布了一下接下来的活动安排。魏无羡安排的是以同桌2人为一组，每组分发一个2人帐篷，营地里有各种各样的野炊工具，倒也不用自己带，就是做菜这方面需要烧得好的人去解决。剩下来的人就检查营地周围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然后布置一些生活用品，好度过接下来的一晚。如果时间回到2天前，魏无羡一定会把这该死的规划全部撕掉。现在的他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果不其然，老师一说解散，就看见蓝忘机背着一个登山包走了过来。魏无羡躲他如洪水猛兽，忙不迭地跑到营地那边拿双人帐篷。蓝忘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什么话都没说。魏无羡向来喜欢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，小时候也经常一个人跑到小公园里面搭单人帐篷，自己就睡在里面一夜到天亮。可是现在，他刚选好一个地方，把自己的背包和帐篷放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拆，蓝忘机就已经走了过来，面无表情地从包里拿了一张桌布，把2人的包放在上面后，便开始动手搭起了帐篷。这是蓝忘机第一次搭帐篷，起先有些不习惯，魏无羡看他有些笨手笨脚的样子，最后还是没忍住上前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呐。”说着，魏无羡直接上手，他接过蓝忘机递过来的帐篷杆时，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了蓝忘机的手背，后者愣了一下，而魏无羡的反应比他要大得多，他一下缩回了手，脸色也有些难看：“对不起，无事。”